你有看过尼加拉瀑布吗？我觉得黄金瀑布不输给这个美国的尼加拉瀑布，非常的震撼。这里是冰岛的黄金瀑布。你有看过尼加拉瀑布吗？我觉得黄金瀑布不输给这个美国的尼加拉瀑布，非常的震撼。落叶很大，多好，非常漂亮。这是真的哦，真的一定要来啊！有机会来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来。哇，漂亮的不得了！黄金瀑布啊，今天开西兰的金环之旅。金环之旅指的是雷克雅维克一条以东呈现椭圆形、加上水的景点设计的旅游路线。好美啊！黄金瀑布啊！黄金瀑布喝咖啡啊！今天中午我们在黄金瀑布附近吃的饭，加东到等料呢，我们就接着逛黄金瀑布。哇塞，天哪！你觉得呢？我告诉你，今天的冰岛绝对让你难以忘怀。这一趟的冰岛摄影，绝对也让你觉得刺激、惊险又好看。冰岛。今天的背景音乐，哇，再加上瀑布的声音呢，很漂亮。那黄金瀑布啊，震不震撼？有没有超乎你的想象？黄金瀑布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这个金环之旅来对哈，这个在哥基尔喷泉，附近是冰岛当地人上喜欢的瀑布，嘛是欧洲上喜有名的瀑布。大家哈，吃中道等的餐厅，你就会使听到黄金瀑布的声哦。在这个阳光照射之下，这里的每一个瀑布几乎都有 rainbow 彩虹。整个瀑布呢，等于是好像用金子缎造成的，景象呢太漂亮了。观70米，跨2500米，冰岛上大断层峡谷瀑布，塔河在这里形成上跟下的两道瀑布。下方河道变窄，成为激流。1975年，农庄的主人将这个所在就给送给冰岛政府执行这个主人的保留区域。大家方圆700公里内，哇，有国会断层，有这个国会湖，有间歇喷泉，有冰岛风景最迷人的金华特色，都在这个地方。天哪，真是美，真是漂亮。那的在听的追声，那站在这边呢，下面不是峡谷的瀑布，而是奔流的瀑布哦，梯田急速的这种分布哦，没有很高的落差，上高才11米呢，10几米宽呢，但是它为之壮观啊，还有它这个淡蓝色的这个淡绿色的这个湖水太漂亮了，真的太漂亮了，很感动哦。冬天有冬天的美景，夏天有夏天的美景。在这整个路线上，火山口、盖希尔间歇喷泉、黄金塔瀑布，哇，美不胜收，冰岛最有名的世界天然景观。人生当中，如果有机会，真的衷心的告诉大家，冰岛很漂亮，一定要来一次试试看。
很多人对冰岛的印象可能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甚至认为冰岛是个看极光的地方。很多人对于冰岛非常非常的不熟悉，尤其是冰岛过去还有一个格陵兰很多人都不熟悉今天我们将让你更深入、更深度的了解冰岛的美。所以北欧有忘不了的美景。我们现在要来到的另外一个金环之旅的2大著名瀑布——塞里亚兰瀑布 （Selianderfrost） 那这沿路上冰岛奇幻的景色，就让你赞叹不已Eno 一点都感觉闹呀水Eno 一点安尼想那今嘛咱要来到这个，我觉得这个瀑布它不是大，它的精致，它的秀丽，你一定要亲自下来，给洗一点，你才会感受到这一个非常漂亮的瀑布。尤其是它可以走到瀑布的后面那种感觉截然不同。这里的河水，这里的空气，这里的瀑布，这里的自然景观，这里的开阔，还可以看到这整个登山的步道。哇，来到这边呢，心胸呢又开阔了起来。在这个地方，在冰岛西南部跟南部的境内这个塞里亚兰河上面，垂直高度达60米的塞里亚兰瀑布，但瀑布的后边悬崖底部有一条会使让游客行过的小路所以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会被喷得全身都湿湿的，但是真的很棒。我们在夏天来，日落时间到晚上的11点，太阳才会掉下去但是问题是呢，天还是没有全部暗掉，平均的气温就在5到10度，超漂亮，超级美丽不是以震撼，是以美丽著称的瀑布。我们现在来行看卖卖钱你老皮水老皮水实在是太美了。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等着自己去发掘与创造，一个勇气一个迈进人生还蹉跎什么尤其是这一次能够来冰岛，跟着所有这些喜爱美丽景色的大哥大姐们、男女主角们来到这边，是我的福气因为有你们，我才能够把这么美丽的冰岛的这个景色拍回来其实冰岛很容易遇到下雨的所以呢冰岛的人说冰岛一天有4个季节一天有4个季节，就是这样子来的真的很漂亮。那现在你看我在拍的这一只海鸥，我看到没？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一些海鸥是最特别的，60%所有这个焦虑呢，大西洋的海内呢都在栖息在冰岛那尤其是吸引了全世界爱鸟人士呢来到冰岛，只为一睹呢这一些冰岛的这个美丽那现在这个是这里的那个海鸥在这一个瀑布的这个墙壁断崖旁边一堆的海鸥他们叫扑能因为这个时候是他们的繁殖季节，这个时候也是春季，每年的6月的第3个礼拜是他们的仲夏节。但北欧的仲夏节开始的时候，仲夏节的前1个月跟后1个月，它的日照时间呢，几乎有高达到20到18个小时，就是几乎在18个小时到20个小时之间呢，都会是什么太阳普照的天气。所以欧洲扣除掉南欧之外欧洲他们这个春天呢，是它最大的旅游季节跟夏天。为什么？因为它日照时间非常的长那这个瀑布呢，它的美丽景色呢，我实在是很难形容那塞里亚兰瀑布跟森林瀑布呢，2座瀑布距离30公里，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去。这一路上有非常多的瀑布，我们选了最漂亮的2个瀑布来去看看吧。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一个
现在连我事后在剪接，还是觉得做水耶，真正做水耶。那希望我拍的这一段片能够带给大家非常震撼的视觉感受。觉得美吗？我觉得很美哈。来，我们现在又离开了这个瀑布，在冰岛的金环之旅上面呢，拉车的路程非常的长，但是我前面一直不断的讲请感谢这道咱所有的来这旅游的大哥大姐我很少这么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大家来到这个冰岛，英文叫做 sense 拢脚着的概念，知道来到这边车子要坐比较久知道来到这个地方呢，为了看美景，有时候会辛苦一点，吃饭不会照时间走。第二个，他们也知道来到这边，有时候你看这种地方，哪有什么大鱼大肉，吃的是简餐，他们连简餐都吃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只为了一睹这个美景。真正的旅游玩家就是你们了。还以为前面的瀑布长得都一样呢，没想到来到这边又发现了，又来一个漂亮的瀑布Skoga 瀑布在维克镇西方20公里处的史可加瀑布，是冰岛上大的瀑布其中一个跨25公尺，宽60公尺，这个所在彩虹那边景的小港第一位到达这边的维京人将宝藏埋藏在瀑布的岩洞后面，好几年后被当地的一个小男孩发现在瀑布旁边架设的木头步道，让游客登上高处。荷兰也在更近距离的接触，可以看得到从瀑布上面看到了整个瀑布上面的这个景色。哇，来，我现在跟小刘我们两个爬到最高点去冰岛的瀑布看不完，冰岛的瀑布太美丽，黄金瀑布，然后在现在又走到了史可加瀑布。哇，
哇，看看吧，真的景色太多，我们只能配上音乐，再加上瀑布的背景音乐，让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冰岛美丽喽。瀑布，这个呢是冰岛最大的一个瀑布，冒着生命危险啊！它的这个水的落差呢超过80米。刚才我们又爬到这个山顶上观景台看了这个瀑布，它整体的这个水流量非常大。在这个地方我们呢还能看到一轮这个。高拉瀑布，跑上来，绝对很值回票价，真的，冰岛怎么看怎么漂亮，跟小刘一起来，跟小王一起来。今天行程呢，让你目不转睛啊！马上接着来到的大脚吉普车，来，这大人的吉普。我们分成3台车有这个年轻的帅哥，还有这个美丽的女生一起3台车开始准备飙冰原开上冰岛的冰原上面呢，去体会冰原之旅大家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呢，我们就开始一路准备奔驰在冰原上面了今嘛这里上这里就是大人的吉普我们把它中文把它叫做大脚吉普。大脚吉普今天的行程有2个，一个是飙上冰原再去看黑沙滩就是上山又下海的意思啦。我们现在在冰岛的南方，然后我们趁着大脚吉普车，这个不是坐摩托车我们是坐大脚吉普车冲上冰原上面去呢，那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在冰原上的快感。完了之后呢，咱个继续往这个黑沙滩走那现在我们的一路上还好，因为冰原还没到冰原呢还在后面。可能不知道真侪人不知道讲冰岛这个旅游的行程其实呢，其中有的人来到冰岛呢，一般都在蓝色温泉区个包括这个冰岛的这个附近雷克雅维克附近呢，这个城市呢细细的走但是我们这一趟没有我们真的深度的进入了冰岛当然，真正整个冰岛要玩完需要大概10天的左右的时间，但我们挑了几个非常重点，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地方来深入来冰岛大冒险再加上呢，出动了我的运动摄影机希望把冰岛最美丽的一面把它拍下来那我们现在呢，从5楼开到2楼，就是要探索冰原的美景那这些冰原的美景呢，将一一的呈现在所有的电视机前面
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让你们看看冰岛的美丽在哪边所以不来你会觉得很可惜。但是我们讲真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有体力、有金钱来，所以每一个来这边的人呢，我觉得都是很感恩的啦所以有时候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有时候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旅游行程是把世界各地最美丽的景色带回来给全台湾的观众朋友看。如果有荣幸你能够加入我们也有荣幸能够跟你一起出游，那是最棒的。当然我知道很多的行程不一定是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的但是呢，也希望你们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在哪边。那这岛咱可来其中呢，其实冰原探险呢，它是一个在冰原上我讲5楼开到5楼，就是完全你看这头前5楼开起来开到无路是安怎？就是有时候是完全没有路，它开出一条路，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也需要大家的配合。这一群太可爱的男女主角们上来冰原呢，自嗨的程度呢，让整个冰原的行程变得非常非常的好玩这才是真正旅游应该有的精神。我常在节目当中讲的，来旅游是要快乐的，参加旅游一定要带着最快乐的心情一起来游玩。明丽，我等一下跟你换位置好不好？这一段我没有特别的讲解是安怎？这段我即马甲讲给大家听，其实是咱的3架车其中1架车过落去那引擎太热，但是呢，这群太可爱了大家非但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事情而不开心，反而大家非常自嗨的下来这旅游的是安尼嘛，旅游如果能够完全照行程上面所讲的，那就太了不起了，做不到嘛。但是遇到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用幽默的心情，用快乐的心情来去调试它？所以你们常以为那是一个景点它其实不是景点，是车过而已。结果大家下来玩的嗨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你看今嘛车永和我们继续要往山上狂奔，我们就要上面那个冰原去我讲5楼开到5楼的是安尼，具有一点点的刺激性，但是还可以
对啊，讲到这里还抓着你安尼，啊帅样紧，当然的。对啦，路透食冰，路透食冰，啊打冰。在美丽的景色，也要配合上最快乐的心情。就像小王常在节目当中讲的，我要创造一个快乐，我要创造一个品牌，我要让所有的人来到这边，思考概念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追寻快乐的，改变整个旅游市场。我觉得今天的北欧这一团，哇，让我塑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咱开来宾馆了呢，确定有一架车一定袂开一啦哈，所以呢，咱等下要落去呢，变成3架车啊，减一架车哈，另外2架车哈轮流开落去，啊，哎呦，那谢谢大家啊，这个旅游就是如此啦哈，突发状况啊。脱掉了！好棒哦！就2个哦。哎，小心小心！这一段的过程啊，互动非常好，所以呢，小王没有特别在这个冰原上面再做配音啊，因为你们就是最好的配音员啊，对吧？这个什么9车来去哈，来，现在呢分成2台车下去哈，那最后一组啊，大家拢无互相赶哈，有的人讲不要紧，大家好请你先来哈，没有争先恐后。哇，天哪，真的你们太好了啦哈！不止忘不了的美景，还忘不了你们哦。所以我讲理念相同，大家一起出来玩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也是小王一直在节目当中诉求的一个宗旨哦。假滴滴谁去？谁好心啊？你那个谁最好心啊？来，我慢慢讲。咸面丁诶，协德会。好，煮好。过到你要放几？你北顿会使啦，吼，咱俩绕赛咧。我拢好甜啊！你好菜我只好一个刚才要放。来，唱歌哈，这个山卡的车一定听到啊，赶紧开起来要给咱载哈。7点45分，咱搁咧行行程吼，是安怎？无法度啊哈，行程耽误掉。咱搁有一个乌沙黑沙滩啊，黑沙滩啊，沙滩的台语忽然间忘记怎么讲哈。我们行程还没走完呢，大家都说好，身高唔知影人的哈，这个哈，这个佚佗命就是安尼。
到黑沙滩，因为远离柏油道路所以必须乘坐这种大轮子的吉普车才能够到达一般的团体呢不太容易安排进来，但我们这一趟呢特别安排了进入了美军飞机残骸，在1973年的11月24号，这个美国海军的运输机东西呢因为这个燃料呢用料迫降在冰岛南部的黑沙滩今嘛咱就在这个吉普个冲入来上山今嘛要来落海行到这个所在所以我说上山又下海我们把这个地方呢也叫做黑沙滩，弄欧几个刷那来到家呢，我们当然先去看看这一个当时隶属美国海军的 DC-3 运输机，就这架残骸啦，暗时8点外啦，哎呦，暗时8点外这个日头个照影影安尼大家嘛是当家欢喜噶准备来去看这个 DC-3 运输机冰岛印尼有数贵啥喏。因为各受到大西洋暖流的关系，所以你唔当以为这个所在再次强调，你不要以为冰岛是冰天雪地，但是冰岛有一句俗话，风永远在迎接等待着你来加有的所在风头，有的所在风无头叫冰原，叫关山，叫断层，叫火山，这地形呢地貌呢，看不了愈看愈水，愈看愈欢喜那他们家这个所在呢，我就讲更较水的景色你无快乐，你看起来嘛袂水，咱讲对不对所以讲呢，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再加上说呢，还有一个重点一个心态就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呢要把握粮食，把握时机人生就这么走一回，如何把世界上最美丽的回忆、最美丽的记忆带回去我常讲能够来北欧冰岛一趟不容易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边缴的费用呢，都是你这一辈子辛辛苦苦赚来，到现在这个年纪才能够来享福。很多人说，现在北美啦，冰岛啦，20-30万的行程啦，甚至小王将来还要推南极这种物件，现在拢是中老年人去，少年人哪有钱？那你看拼干呢？我们存钱存到这个年纪才有办法来各位但哇天哪！当你身体可以、经济可以的时候呢，你又爱玩，你就要把握时间到世界各地来走一走咯。当时运输机燃料用尽，迫降在冰岛南部的黑沙滩，就是这一台了。当时机上的成员呢是全部生还的冰岛什么都贵为什么因为这里很多仰赖进口冰岛的物资，冰岛的民生消费，哇天哪！你不要以为冰岛破产过，这里所在的做善交，我告诉你，冰岛的消费是平均台湾人的3-4倍以上哇！标完冰原，准备再来标什么？标水啊！赞了今天的行程呢非常的丰富，以前的今天的行程呢把生了真晚大概呢精神拢真好今晚终于咱今晚要回去你们动作今晚4-5点，今晚一定暗下10点外10点多的天气是这个样子。我们在5月天、6月份、7月份来到冰岛都是这个样子咯。现在是9点。晚上9点了，太阳还叫太快，太阳在那个草地日不落。标完冰原，标完沙滩，标完水，我们上了巴士，准备打道回府今天的这个冰岛之旅呢，哇，让我想配个乐像让我想多讲点话呢，都舍不得讲，因为过程呢跟大家的互动就已经非常的开心。